Hello， 大家好啊，欢迎来到我的剑评啊。本期主要讲的是这两款来自 ET 的鼠标，中文名就是刀锋，一个是98，一个是119，这个是型号啊。先来看到键盘吧，我手里这一把是108键的红轴键盘。除了键盘的本体之外，还送了一个塑料手托，这个价位上蛋白皮之类的也不现实是吧？只能说聊胜于无。有其他配件的话，就是一个把手器，有几颗高端红轴。键盘的本体是有点像海盗船偏重，然后面板的话就是一大块金属，触感是比较细腻，把整把键盘的质感拉上去不少。线材是那种比较粗的线材，带有防干扰，是不支持渐渐分离的，收纳起来的话会有一点麻烦。顶部这一排就是红曼键，右上角是一个旋钮红曼键就是薄膜的，这个手感就没什么好说旋钮的阻尼感适中我刚开始以为是可以按压的，实际上是比较松垮，按下去的话有一点那种鼠标微动的感觉，实际上只是单纯的松垮而已。轴体还是高透的红轴这个轴的表现不多说了。弹簧硬和软绵这种情况已经是一直存在的。这个大键的表现就有点出乎我意料除了退格和触底有一点点肉之外空格就是几个大键里面表现最好的。这个触底非常干脆，拆开之后看到是有一点点打油的痕迹的。整个卫星轴固定在定位板上面，也不是太牢靠，会有一点点松垮。然后键帽就没什么好说了 ，ABS 的双色注视透光是原厂高度配合整个键盘偏薄的机身，起码长时间码字的话是不会累手如果觉得高度不够，不是还有一个脚撑吗？脚撑的阻尼感适中是单脚撑，单手就可以很轻松打开用了一大块橡胶，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推倒的。RGB 方面的话，这个键盘就是算是拉满了，键盘的两边和侧面都有这个 RGB 灯带，用相机拍照是没有明显的频闪可惜两边的灯带这个效果并不能随着键盘的灯效变化。驱动也是没有办法去设置两边的灯效的，灯光切换的组合键也是比较迷厂商为灯光切换安排了6个组合键，就是 FN 加这6个键，每一个键是负责3个，就是3个为主一共就18种灯效只能说键多就是任性由上面这一排就是一个红按键它是支持一个免驱动红录制这个 IEC 就是开始录制按下之后的话，这边会闪红光，然后我选这几组驱动我就选个 G1 按下之后就说你接下来的操作可以录制到这个 G1 里面，最多是可以录制64个键我录制完之后再摁一遍 ES 就结束，再重新摁 G1 就可以复现你刚录制的操作。也因为这把键盘的一个免驱功能太过强大，所以说这个驱动我觉得已经是可有可无了。有驱动可以多做一个就是这个改键的功能，有其他功能其实都是无驱动就可以实现了。说完了键盘，就来看一下这一个鼠标 ET98 这个型号，又是一个很明显的右手鼠标，整体的模具看起来是有点像 G502 的，但是的话跟 G502 是有区别，它的整体模具是偏细长，左右两边的话是防滑的凸起因为是硬塑料的，所以摸起来有点割手，是没有一个橡胶缓冲。侧边的话就是4个可变成的按键，这一个按键的话有点像那个狙击键但是比较难够到可能设计的不太合理这一个。有4个侧键的话，打游戏肯定是够了，像我玩 Apex 一个大键，一个大电，一个凤梨。有左上角这些可以拿来3连发、切枪什么的，实在不够的话，中间这3个键也可以用。就这个滚轮的手感，我是非常喜欢这个手感，它上下的刻度是非常清晰的，没有一个空键场。有微动的手感是比较清脆的，因为是一体的按键所以说稳定性还是不错的。鼠标底部就是开关，还有一个重置按键。说到这个脚贴这个脚贴我想吐槽一下，这个脚贴太平了，基本上你用的话就相当于感觉是整个鼠标底盘在摩擦桌面，希望厂商以后可以把这个脚贴做厚一点重量方面的话，官方没有给的数据感觉上是比我的大把匙要轻一点，大把匙的重量是108克轻一点的话就是90克出头吧。是一个大部分人都可以接受的重量，重心的话会稍微往后一点，然后跟我现在用的大把匙比起来的话，主要的尾部会很顶手主按键也是没有做一个下凹的设计手指放上去有点找不着位置的感觉。然后这个模具的话，手小用户是不推荐购买的，像我的手是18.5厘米的我用的话是感觉有一点勉强的，可以大家做一个参考。然后看到传感器方面这个传感器用的就是原相的3325是一个低功耗的传感器，最高可以到10000 dpi， 略逊于 G404 上面那一个
我用了2天，然后不开灯的情况下，续航基本是我大巴车的1倍啊。好像是没有办法看你的电量百分比的，只能用这个滚轮上面的灯去显示当前的一个电量。然后1米的范围内不遮挡的话，2.4G 是没有明显的延迟，也没有丢帧的情况。其实这个鼠标拿来打 CSGO 这游戏的话，也是完全足够的。作为一个100元的鼠标，它的性能是合格的。然后这边这个 RGB 灯带啊，相信一开始很多人就注意到了，我相信不少人就冲这个灯带去买这个鼠标的，可能因为成本的限制吧。这一个灯带的灯柱数量少了点，会有一些灯光不均匀的情况。然后这个滚轮的话是不参与到 RGB 里面的，这滚轮只是单纯的显示你当前的一个 DPI。然后没电的时候做个警告，能发光的地方只有这个 logo 和底部的灯带。然后驱动做的还是比较完善的，基本上该有的都有了，什么切换灯光啊、切换回报率啊，之后 DPI 分6个档位，之后每个档位还可以单独设置，最小的调整幅度在100 DPI 左右，除了上下滚动之外，剩下的10个按键都是可以编程的。线材方面就没什么好说了，非常硬的一个橡胶线，充电的时候就不建议使用了。然后接口比较深，有一个固定的作用。之后用的是 Type-C 的接口啊，点名批评某些2021年还在用 Micro 的大厂。然后最后就讲一下刀锋这个牌子吧。作为一个刚打入国内市场的一个品牌啊，定位还是就是为低预算的用户提供足够的性能，但是它的产品还是可以看到很多别的家的影子的，比如说像雷蛇啊，或者是海盗船。但是我希望在后面这个牌子有更多属于自己的东西吧。做到这种程度，也可以说是有性价比了吧。这个鼠标键盘的话，还是有一点点让我不满意啊。感觉还可以做到更好啊！以上的话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观看，下期再见，拜拜。